大家好，我是小玉。黄豆学会这样做，没想到用处这么厉害，但是很多人却还不知道，既省钱又实用呢。今天就把黄豆的这个养生做法分享给大家。黄豆是五谷杂粮之一，它也是一种粗粮，营养价值特别高，尤其是其中所含的植物蛋白超级丰富。常吃黄豆对小孩和我们的大人都非常的有好处，但很多朋友黄豆除了用来打豆浆之外，做豆腐之外，就不知道其他的吃法了。要知道再好的食材都需要通过正确的方法，才能将里面的营养成分才能彻底的被人体吸收和利用。黄豆也是如此。而今天给大家分享的黄豆的这一个养生新吃法，很多朋友都没见过，却可以把黄豆里面的营养成分充分的发挥出来，被人体吸收和利用。下面就来看一看具体做法吧。准备好的一碗豆子，我们将它挑拣一下，把里面包好的黄豆挑拣出来不要。接着把黄豆倒入一个大碗中，往里面加入一丢丢清水，水只需要把黄豆能够润湿即可。接着再来一勺我们的食盐，接着用手这样抓几下，在抓的过程中，黄豆表面的一些泥土和其他的灰尘以及杂质就会被带下来，因为食盐具有很好的消毒杀菌的作用。除此之外，它还具有很好的摩擦力，那么水不用太多，这样可以把黄豆表面润湿。润湿之后，黄豆表面的一些杂质、脏东西还有泥土就会得到一个软化，加上食盐，我们再这样一搓，就可以轻轻松松地将它清洁干净了。还没有揉搓几下，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黄豆里面刚才加进去的那一点点水已经变得特别浑浊了。先不用管它，接着继续往里面加入清水，这一次利用大量的清水，将黄豆表面刚才洗下来的脏东西以及泥土等物质，用清水将它彻底的清洁干净。水倒下来的一瞬间，立马就变得浑浊了。这个时候将黄豆控水捞出，放进另一盆干净的水中，然后继续用手抓一抓，将黄豆彻底的清洁干净。很多人觉得这样洗黄豆太麻烦了，想着用水简单冲一冲不就完事了吗？其实那样是洗不干净的，尤其是在超市里面买的散成黄豆，这个去摸一摸，那个去碰一碰，想想就非常脏了。所以说不要嫌麻烦，吃进嘴里面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格外小心。洗干净的黄豆控水，捞入另一只碗中，接着再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将黄豆浸泡1个小时，时间到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看到黄豆表面起褶皱，这样就刚刚好。现在控水，将黄豆捞出来，把它放到锅里面，接着用勺子不停地翻动，先把火开到最大，将黄豆表面的水分彻底的蒸发干。这个过程千万不要偷懒哦，一定要不停地翻动，不然的话黄豆很容易就被炒糊了。3-2下锅里面的黄豆上的水分就已经被完全炒干了。此时把火转到最小，再不停地慢慢地翻炒，把黄豆炒熟。炒黄豆没有任何的技巧与难度，非常的简单，最需要的就是耐住性子，慢慢地去翻炒它，直到把它炒熟为止。整个过程都不能偷懒，一旦偷懒黄豆就被炒糊了。要知道炒糊的黄豆不仅难吃，
而且也没有什么营养价值可言。这样一来就功亏一篑了。随着翻炒的时间越来越长，其实你就可以看到一些黄豆慢慢的表面出现开裂的情况，并且也能听到噼噼啪啪的声音。此时站在锅边，也能闻到特别浓郁的黄豆的香气。这个时候还没完全熟透，继续用小火慢慢的翻炒，再翻炒个1分钟左右，像这个样子就好了。关火将炒熟的豌豆倒入另一只碗中，用勺子将黄豆摊开摊薄，不要让它堆在一起，这样更容易完全晾凉。因为我炒的黄豆不是特别多，大概半个小时就已经完全晾凉了。此时将晾凉的炒熟的黄豆倒入一个干净无水无油的碗中。当然，如果你家里面有玻璃密封罐的话，也可以倒进玻璃密封罐中。接着取出家里面的白醋，挑选白醋的时候，要挑选这种纯粮食酿造的白醋，千万不要去买人工勾兑的人造醋哦。接着将白醋倒入黄豆里，保证黄豆将醋完全淹没。然后再准备一把冰糖，将冰糖也放进来。接着再来一把枸杞，枸杞是非常滋补的一种食材，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让食材充分的混合在一起。亲爱的朋友们，视频都已经看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的话，那么请用您发财的手给我点个赞吧。您的每一次点赞和支持都是我最大的前进动力，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搅拌均匀后，盖上保鲜膜，将它密封起来，放到冰箱里面冷藏5天的时间。当然，如果你家里面有玻璃罐头瓶的话，用这个玻璃瓶子也可以哦，那么就不用保鲜膜了，效果是一样的。浸泡5天后，咱们的醋泡黄豆就做好了。以这种方式做出来的醋泡黄豆，颜色好看，吃起来口感也特别的棒，酸酸甜甜的。泡好的黄豆每一颗都胀鼓鼓的，由于我们里面加了冰糖，冰糖又中和了一部分白醋的酸味，所以呢，这个醋泡黄豆吃起来就有一点酸甜酸甜的，非常的开胃又好吃。里面的枸杞我们也可以直接吃，平时在吃面吃饭啃馍馍的时候，都可以盛入几勺子黄豆出来，当做开胃小菜，都特别的不错哦。每一次大概吃上这么1小勺就可以了，吃多少剩多少，不要盛得太多。看似简单的一个醋泡黄豆，它的用处却一点都不简单。坚持一段时间，你就能收获到惊喜，看到自身的变化和不同。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试一试吧。那好了，我们今天分享就先到这里了，感谢您收看，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